有茉莉、杨丞琳、Blackpink、Lisa、Jennie、Jisoo、海特摩斯、蕾哈娜，知道这些时尚代名词们他们都共同拥有的鞋款是哪双吗？而且不止他们，其实很多人鞋柜打开也都会出现这双鞋，它就是 UGG 啊！原来我们跟时尚距离这么近啊！但是到底要怎么穿才能够保暖又时尚呢？你一定听过 UGG， 但是你确定你对 UGG 的认识真的是对的吗？钱钱妙不见，你有你的选择权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西呀。相信不少女生呢，这一生应该都拥有过一双 UGG 吧？你对于 UGG 的印象是什么嘞？就玩雪时候穿的雪靴啊，不过奇怪，还有不防水，很保暖，脚掌很大，穿起来看起来，腿会很短哦。就澳洲人的室内拖鞋啊，这双号称明星下了舞台之后最常出现的鞋款，在2000年代初，从凯特摩斯到派瑞斯希尔顿 ，UGG 几乎在好莱坞满大街的跑，让 UGG 红遍了全球。打开鞋柜呢，你一定也拥有一双 UGG。时尚呢，虽然是讲求前瞻与未来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不能够忽视这些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单品。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人们开始追求舒适的穿着，让 UGG 又回到了时尚单品的榜首。凯特摩斯可以说是 UGG 的始祖之一，而它这样子的搭配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欧美 UGG 穿搭，把牛仔裤塞进靴筒里面，看起来有种休闲的帅气感。但是上半身搭配外套要特别注意长度，像凯特摩斯选择了短版的大衣，让比例看起来都往上拉，避免整个人看起来肿肿的。如果冬天很怕冷的女孩，也可以将短大衣改成短版的羽绒外套哦。Blackpink 的 Jennie 也有一双 UGG 啦，而且她穿搭 UGG 的方式是不是超级简单的，直接给她下半身失踪就对啦。但是北北东西下半身失踪，为什么 Jennie 的 UGG 下半身失踪好像看起来很顺眼嘞？其实呢，这个关键就是失踪到找到 UGG 中间的这个媒介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像 Jennie 搭配的就是透肤的丝袜，而像 Gigi Hadid 的则是在超短的短裤加上一双松松的长袜子，露出一双超级长腿。如果不是非常冷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哦。而随着 UGG 声名大噪，单纯的羊毛长靴已经不足以满足潮流的变化，开始推出各种不同材质、装饰、款式的靴子。而除了不同筒高的靴子，近年因为随意风的流行，甚至推出了拖鞋，还有便鞋的款式。为中澳混血儿的天王嫂昆凌也穿上了 UGG 靴，但是天王嫂毕竟就是天王嫂，选择的款式呢当然不一般。这双布满了亮片的 UGG 完全就是全身穿搭的亮点，让 UGG 除了休闲的感觉之外呢，添加了一点派对风的感觉。而整身的穿搭掌握了上宽中窄底宽的原则，比例上看起来不会头重脚轻，也能凸显下半身的纤细感。但有个重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腿型，如果是小腿肌比较发达的女孩，尽量避免让靴口刚好卡在小腿肌的下方，才会让自己的脚型看起来更修长又漂亮哦。Blackpink 的全体团员都可以说是时尚的代表人物啊，各大精品品牌抢着找他们当代言人。但脱去礼服跟高跟鞋，私下的 Lisa 其实超爱整身的运动风啊。今年运动风正行，除了搭配运动鞋，像 Lisa 这样子搭配 UGG 跟毛帽，看起来是不是更轻松随意了呢？依照不同长度的靴款，选择把裤管塞进靴子里，或者是露出一小节的松紧带，都很好看呢。而且不只是 Lisa， 连超模 Gigi Hadid 也用了同样的打扮，在街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而这一套更展现了 Lisa 的百变造型，而且她对 UGG 真的是真爱耶。今年呢，拖鞋的款式可以说是 UGG 的热卖款，搭配超长的西装裤盖过脚踝，只露出圆圆的鞋头，让 UGG 正式升等到了正式服装的地位。但是还是要记得，不要穿去澳航的贵宾室哦。穿UGG去贵宾室错了吗？UGG 真正变成时尚单品是在澳洲的青年 Brian Smith 引进美国之后，受到了户外活动人士的喜爱。后来呢，更被德克斯集团收购，借由品牌行销推广到各个不同的群体，演变成了现在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一双 UGG。而在澳洲 ，UGG 虽然不一定只局限在室内穿，但它还是属于非正式鞋款。曾有一位英国的女歌手 Joanna 在澳洲巡回表演时，穿着 UGG 从墨尔本飞到雪梨，在
尔本的机场被澳航拒绝进入贵宾室，原因就是因为他脚上穿着一双 UGG。澳航甚至强硬的在 Joanne 的推特下面回应说，他们对客人进入贵宾室有规定要穿着正式的服装，而 UGG 也被规范在他们的 Sleeping Wear 项目中。或许也可以想象 UGG 在澳洲的定位就像是台湾穿夹脚拖，你在家里或是户外休闲都可以穿，但是你就是不会穿去正式的场合嘛。网络上曾经出现过一篇文章，内容是一位空姐到澳洲的男友家拜访时，男友突然拿出了一双旧的 UGG 说这是他们的室内拖鞋。从此之后 UGG 等于室内拖鞋这件事情就成为了一个口耳相传的事实。但 UGG 到底是不是室内拖鞋呢？我们要从它的历史来看。其实 UGG 最早是在1920年代出现在澳洲的农村，当时的澳洲牧羊人在户外工作时觉得很冷，所以随手拿了一块羊皮来保暖他们的脚。因为这样子的靴子长得很丑，所以有一个 ugly boot 的名字，后来俚语化就称作为 UGG。三个又长高了，没有错，就是UGG， 所以 UGG 才是 UGG 的正确发音，成为了澳洲这一种羊皮连毛一体成型的传统鞋款的正式统称。但因为澳洲不属于寒冷国家，而且它的冬天只有3个多月，暖气的系统远远不及北半球国家。但是冬天有些地方就还是很冷啊，所以呢，保暖又舒服的 UGG 就成为了澳洲人冬天居家的必需品。而且澳洲人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室外鞋跟室内鞋的习惯，所以后来这个鞋同样因为保暖又舒适的特点，被冲浪爱好者穿去了海滩，避免双脚受冻。后来更被澳洲的皇家空军给采用，因为当时飞机的密封性有限，在高空飞行时，脚部的保暖是飞行员们非常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，所以 UGG 就成为了飞行员飞行时的必需品。从此之后 ，UGG 又多了一个名字，叫做 Flying Ugly Boot， 就是 FUGG。其实从 UGG 的历史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 UGG 在澳洲，它其实并不是品牌的名字，它指的呢是一种款式的靴子，就像是膝上靴、踝靴、袜靴等等。那这样子的靴子类型就叫做 UGG Boots， 不管你是哪一个品牌。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大大的 logo UGG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前面呢有提到说，澳洲的青年 Brian Smith， 他原本呢其实也是一位冲浪青年，怀着美国梦来到了美国之后呢，发现他的户外同好也都很喜欢他的 UGG， 所以呢他就把他从澳洲引进了美国，成立了品牌 UGG。而这个品牌后来呢被德克斯集团收购，并用 UGG Australia 在超过130个国家注册商标。Australia List 就是其中一间。2016年德克斯集团控告 Australia List 侵犯了商标权，因为这个公司透过网络在美国销售了13双 UGG， 最终呢 Australia List 被判败诉，并要赔偿45万美金的罚金。Australia List 的老板他当然超级不爽的啊，UGG 是一个通用的产品名称，而且是澳洲最有代表性的产物之一，而不是商标。其实就像是法国香槟这样的存在。不过呢，法院还是裁定说，德克斯集团的UGG品牌名称不受外来词汇的影响，而这也表示说，澳洲人不能在德克斯集团有注册商标的这130个国家贩售自己的UGG靴子。澳洲人当然是气到爆啊！不过德克斯集团也有自己的说法，他说，因为如果大家都打着UGG的名称来贩售UGG靴，那消费者就会认为说，买到的是德克斯集团所生产的UGG。也提出了调查证据，指出大部分的美国消费者都认为UGG 就是一个美国品牌 UGG Australia， 但如果你访问澳洲的民众，这个问题呢则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。但是呢，澳洲的学者也承认说，德克斯集团很用心的把UGG打造成精致生活的代名词，但是在澳洲呢，它就是被当成出门买菜穿的鞋。我们大家在讲UGG这种鞋款时，总是会称呼它为雪靴。但其实呢，从历史上来看，UGG从来不是为了适应雪地而设计。UGG的制成呢是羊皮带毛一体成型，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，它不但不防水，连鞋底也不是为了行走在雪地中。说到底呢，它只是一双保暖的鞋子。无论是在官网或是澳洲人的口中，UGG Boots 就是这款鞋的名称，不会称它为 Snow Boots。在UGG的官网上呢，也有特别设置经过特殊设计或处理，专门让人穿去雪地的 Snow Boots。之后呢，若要称这种头圆圆的毛靴，
也可以直接称呼他 UGG 就好咯。丑鞋大翻身，从千年丑靴变成史上最潮，明星穿过无数的名牌高跟鞋，但是都不会有一双外观特别的鞋来的让人印象深刻。当UGG开始流行时，时尚圈对他深恶痛绝，但随着这双鞋被凯特摩斯穿上街，如同他的时尚地位也被肯定，在2011年的米兰时装周上，也开始出现了一体成型的羊皮毛帽外套。UGG的时尚地位被认可，还推出了和 Jimmy Choo 的联名合作，在时尚圈里面杀出一条自己的风格。你们还有想要知道什么品牌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吗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。Jenny 的念，我是西西亚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哦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